大家好，这是西人梦啊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好玩的视频啊。这个最近董王加关税啊，加了很多，这个热点啊不能不蹭。刚好前两天啊，我做了一个小模组啊，正统性图标改为了董王的侧面照啊，灵感是来自于某个美国高官的胸针啊。这个模组啊，目前一直在被红脖子这个举报点踩啊，好在没下架。回到正题，本期我们也来加税，董王教你如何收取封城100%的税啊，让封城贷款上班。视频开始前，依然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赞助支持，太感谢各位了！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正式开始正片。1066年开局就选波兰王国了，捏人的话就不现捏了啊，已经准备好了预制董王。天主教、希腊文化，年龄的话为了可玩性啊，设置了和我一样的16岁。4级教育特质，一个节制，一个古怪，还有一个奸猾。能力值这里的话，管理拉到了恐怖的31点。然后是宗族啊，这里呢我也准备了预制的文章啊，是不是还原度很高啊？说起这个还原度啊，推荐一本少年们阅读的小说《CK 模拟地道型越野史》，是一本带着 CK 系统模拟器去历史世界创造让后人挠头野史的整活乐子文。主角奎恩穿越到圣杯战争的世界，还获得了可以前往不列颠过去历史事件的历史模拟器，只要在历史中创造野史就能变强。当他穿越后，鄙视了不列颠，战场上还有一人成军的骑士，暗处有无比强大的魔术师。至于日后的亚瑟王，还有那熟悉的金发吃货呆毛王埃尔托利亚，对于这一切，奎恩丝毫不意外，这必须立刻马上整活。第一站就是当国王，他奎恩也是地地道道的卡米罗贵族，问就是系统给的身份，谁当国王不是当啊？他奎恩熟读行越历史，治理个行越不列颠还不是手到擒来，上位就笼络各路强大骑士，忽悠世界意志，诓骗圣剑圣枪，用自己的孩子填满圆桌会议。帝国高官全是走他关系进去，更是创造出了无数的宫廷秘闻和整活野史。最终奎恩面对质疑如是说道，你别管野史怎么记啊，我不列颠国王能做这种事啊，我可是一代明君。最后如果这些看的还不够满足，那么少年们阅读还有其他更多的魔幻历史小说，还有非人奇幻、游戏同人等多种题材可供选择来看。进入游戏，首先改名字啊，这个波兰看着太没代入感了，发动闪击，更改国名和文章。美利坚啊，这看着不就诡异多了吗？第一步依然是和往期差不多啊，我们先选择神学重心，造改是第一步。宫廷宝物这里有一个荆棘冠冕，太对了，太对了。第一次觉得宝物和持有者如此的契合。朝圣前依然是拉5星酒店舒适度，然后邀请一个旅游主管来啊，只有一个选择，英勇者伯莱。等等，你不是？这位是前任波兰国王来着啊，这个被特朗普顶位之后成流浪者了，那太合适了，没有人比我更会用人啊。首次朝圣，目标克隆。危险的山间小径啊，旅队进行到山间，前任波兰国王失足跌入山谷，意外身亡，听起来多么的名正言顺，多么顺耳啊！你怎么死了呢？接着找教皇要一份退税啊，如果不给就威胁让税务局去调查教会资产，没有人比我更懂退税。之后又朝圣了几次啊，直到1074年，这年3月，董王结束了最后一次朝圣，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忠诚的美利坚。前程现在有5700点啊，太够了。技能点这里除了先知以外还可以点3个，那就点思想开明啊，增加不同文化节的好感度，以及少数族群分身的好感度啊，虽说杯水车薪啊，但是能加一点是一点吗？然后是访学，提升一下川宝的教育等级。好，完美结束了。川宝学会了拉丁语，收到了一本毫无卵用的书啊，我建议这本书啊可以命名为《董王教你如何搞经济》。然后教育特质升到了5级啊，5级的话多了一条分成赋税加 25%， 这个是分成的税收上来之后再进行计算加成，并不计入纳税比例啊，不过多赚点总是好的。刚刚发现我给董王找这个老婆啊，也非常像啊，真是巧妙。大女儿寻找配偶，找到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啊，君士一；二女儿找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长子啊，菲利普；大儿子则是和英格兰国王威廉的小女儿订婚。这个盟友找的太有实力了，对吧？一王二帝。好了，改教改了，名字就叫做美利坚新教啊。共荣盛世，换个反身像啊，只反对一切除了董王之外的神像崇拜。隐修之路换一个托钵宣道者。宗教态度啊，必须是基要主义啊。董王听说啊还有多元主义的选择后啊，脸都气绝了。
私生子改一个没有人是私生子，这个是某个电锯杀人狂朋友特别要求的。男性通奸选择接纳，女性通奸必须是罪行。神职人员还是那一套，征兵征兵。这次图标啊，当然是到10字了，哎，太合适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效率部的工作时间了，剥夺头衔，开除。历时3年，头衔全部收回了。再来看宗族传承，这次我们要走活动传承这条线。3级的降鬼余尊是加税的核心点，现在刚点出了第一个啊，我们还需要2000的宗族威望。这个事情不着急，先等我们的文化到了中世纪盛期再说。等了大概2-3年啊，凭了2场这个 LGBT 和老兵的叛乱，文化也进入了中世纪盛期。现在建造一所神殿呢，会给予450点宗族威望，这个是因为希腊文化的宗教赞助传统，拥有该文化传统角色啊，建造神殿时会给予宗族威望。部落时期造一所是150，中世纪早期300，到达盛期会给450，这就是为什么要等。哦，对了，建立一个骑士团吧。好，神殿骑士团啊，名字不太好听，换一个。哎，红脖子骑士团，这看着多棒，对吧？一看就是官方骑士团。很快神殿都建造好了，我们获得了3-4千宗族威望，点出了降贵余尊传承。现在呢，我们完成了针对巡游后，将会获得一个领主的鹰角款 buff， 封神赋税贡献加 25%。 但是这就够了吗？哎，当然不够了。接下来切换重心到威吓重心，开始挂机种地，等右线的恐惧税点出来，这个还能再加。挂着，突然屏幕右下角多个小图标啊，打开一看，美利坚专制君主国十字军，教皇拉十字军打我了。我现在的领地啊，刚好就是一个王国啊，这要是打输了，美利坚直接亡国了呀！啊，既然如此啊，攒的5000多块钱看来都保不住了，全花完了也只有1500的重骑兵啊，这不够啊！再找骑士团借900，出售头衔还能拿750啊，继续组建。然后这些特殊雇佣兵啊，全都雇佣过来。好，敌人来了，3万多人啊，气势汹汹啊！两军相望，又雇佣了几支佣兵队伍啊，是时候会战了。会战兵力是17000对31000啊，优势在我，没有人比我更懂战争。最终我方伤亡1700，十字军伤亡12000啊！美利坚玛嘎，在董王领导下，美利坚赢得一场辉煌的胜利。接下来就是痛打落水狗啊，出击！好，连胜8场啊，8场，全歼400，全歼2000，全歼1600，全歼1001，全歼1001，全歼6000，全歼16，全歼3。美利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，战胜了老派的欧洲信徒。接下来是征税巡游了，该验收加税成果了。巡游持续到了1105年才结束。结束后，董王获得了华贵的领主 buff， 赋税贡献加 20%， 活动传承这里的领主鹰角款再加 25%。打开封城界面，只见赏心悦目的满赋税条。神权义务55，华贵领主20，鹰角款25，佣兵税款10，高军权10，谋略恐惧税30，大家都乖乖的缴纳了100%的赋税啊！所有的封城月收入都是负的。下西里西亚的主教每个月负2.3块，库亚维亚是负9毛，哎，太欣慰了！大家都很有奉献精神啊！奖励你们啊！等下被开除可以领N+1，收入从开局的15.2块涨到了82.9块，哎，太爽了！好了，这期视频就这样了，快乐的加税玩法啊！喜欢的请务必3连加关注，另外可以看一下爱发电，这里是徐梦，下期见。